今天开头在这边先分享一段经历。有一次和同学吃饭，聊了一下双方的工作近况。因为当时股市正处于牛市，对方主动提起想投资某只股票，并询问建议。我先试着询问为何想买入的理由，但他却只是笼统地说，纯粹对这家公司有好感，看到最近股价很火热。当我建议可再多了解一点相关资料，多些较实质的支持缘由，避免亏损时，对方却不假思索地回答，反正这是自己一笔约10几万块的定存，也不是很大金额的小钱。在那一刻，我看着他那种对小钱的草率，我顿时明白，其实他心里早已笃定要做这笔投资，并不是真的想听到建议或评估，而只是想要一句轻松的认同而已。其实类似的情况，在你我身边应该也曾经遇过。10几万难道就不是钱吗？这是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。在投资世界里，对资金的尊重是不分规模大小。我们进入市场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资产增值，无论资金多寡，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辛勤工作的劳动收入。但奇怪的是，很多人在买几千块家电时会上网查资料，找评价比较价格，但在投入10几万的资金买一只股票时，却显得异常草率。如同查理·蒙格曾说过，如果你在小事上无原则，那么在大事上也不可能坚持原则。如果我们连10几万都能如此忽视对待，那当资金规模变成几百万、几千万时，我们又该如何克服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？投资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更是一场关于纪律的修行。人性天生讨厌思考，当听到复杂与不确定性的事物，大脑会习惯屏蔽或走捷径。但偏偏市场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。当一个人开始用小钱来为自己的懒惰辩护时，他其实已经违背了投资最基本原则。这只是在潜意识里为失败预留借口。因为是小钱，所以不用认真研究；因为是小钱，所以赔了也不心痛。这种心态往往就是未来大幅亏损的开端。金钱对于市场就好比士兵力对于战场上的应用，如果轻易让每一分钱成为送死的士兵，那就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。这点在《孙子兵法》中有许多相似理念，可以应用在投资思维中。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。其实，成长投资策略之父菲利普·费雪曾精辟指出，股市中充满了那些知道所有产品价格，却对其价值一无所知的人。多数人并非真正想了解这家公司的价值，他只是在寻求一种心理避风港。这就是人性中的确认偏误，是心理学中常见的思维陷阱。意思是，人们倾向于寻找、解释、偏好并记住那些支持自己既有信念、假设或观点的资讯，同时忽略、低估或排斥与之矛盾的证据，让我们觉得只看到自己想看见的，并不是想要寻找真相，而只是在寻找共鸣。这样，万一投资亏损了，事后就能在心里告诉自己：你看，连那些有经验的人也看好，这不是我的错。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意见，而是有人能陪他一起稀释犯错的愧疚感。这也印证了查理·蒙格所说：如果你想在某个领域表现出色，你必须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失败。而大多数人的失败，源于他们只想随波逐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评论他人的投资方法。德国投资教父安德烈·科斯托兰尼曾形容，投资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寻找一只黑猫，而每个人手里的手电筒亮度都不同。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，持有的手电筒亮度当然不一样。有人使用短期策略，有人采用长期策略，有人追求爆发性的增长，有人只求稳定的现金流。投资是蛮主观的事情，只要这个策略能让你睡得着觉，
能让你赚到钱，那就是适合你的方法。我不否定他人的策略，只要长期来看是能持续获利，都是值得参考与学习的。在市场面前，我们都必须保持谦卑，也正是谦卑，才能够觉察自己，避免上述的心理陷阱产生。当你开始懂得欣赏他人优点的时候，也就是你真正成长的开始。正如桥水基金创办人雷达利奥所言，如果你不觉得过去的自己曾经是个笨蛋，那说明你这辈子并没学到什么东西。与其争论对错，不如把时间花在优化自己的逻辑，并对他人的获利给予最真诚的祝福。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，但不需要试图去说服或改变别人。放下面对他人不同观点的执念，心中的正能量才不会悄悄流逝。市场中所有决策都是因人而起，所以投资一方面也是心理学。在面对所有竞争者的同时，更需要先了解自身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投资终究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。如果你现在也正准备投入一笔资金，请先问问：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可能会有什么风险？是真的看懂了，还是只在寻求别人的认可？最后，我想用彼得林区的一句话作为结尾：最终决定投资者命运的，既不是股票市场，也不是那些上市公司，而是投资者决定了自己的命运。愿大家在投资的路上，始终都能对每一块钱负责，这也正是对自己负责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。未来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相关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在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稳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